Elemental Gauge Theory 是在原神中用来解释元素在这个游戏的运作方式，是热衷于游戏的玩家们研究与讨论出来的结果。如果你已经迫不及待且做好心理准备，让我们一起进入原神的核心机制吧。每个角色对敌人造成元素伤害时会有不同的量，一个单位称为 EU（Units）。举个例子，丽莎使用普通攻击的时候就会有 EU， 也就是一单位的雷元素；而凯亚对敌人使出元素战技的时候会有2U， 2个单位的冰元素。聪明也说，哇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！但是麻烦的来了，不同单位元素附着时，单位量越大的减少速度越快。你说你完全听不懂？先别急着把影片关掉，让我解释给你听。一样是凯亚，还记他的一技能可以产生2U 的冰元素，对吧？底下这个表格显示了不同单位元素的消失速度。As per unit， 就是每一个单位消失所需要的秒数，数字越大，表示一个单位需要消失的秒数越长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可以持续较久。如图所示，使用2U 的元素技能后，一个单位会持续 7.5 秒，也就是凯亚的一技能 2U 的单位冰元素会持续 7.5 乘以2秒吗？似乎不是，但是这是为什么呢？当元素附着在敌人上造成元素附着时会收税。你没有听错，一样拿凯亚举例，当使用一技能时，原本有 2U 的冰元素会变成只剩 1.6U。规则也意外的简单，就是将 2U 乘以 0.8 就可以了。聪明的你也一定发现，因为风和炎元素没有办法元素附着，因此它们不会被收税。好了，我们再次尝试计算，凯要再次使出一技能，技能接触到敌人后会收税，所以我们把 2U 的冰元素乘以 0.8 等于 1.6U。接着因为凯亚使出 2U 的招式，所以一单位的元素需要 7.5 秒才会消失。1.6U 乘以 7.5 等于12，因此我们得到答案了。凯亚的使用一技能碰到敌人并附着后，需要12秒才会消失。当相同元素同时添加于敌人上时，并不会和我们想象的一样增加该元素，而是覆盖上去，但消失的速度不会改变。你到底在讲什么鬼呀？举个例子，当使用菲谢尔的蓄力射箭击中敌人后，对敌人造成附着 0.8U 的雷元素，接着立刻使用雷泽的一技能攻击同样的敌人，造成 1.6U 的雷元素。此时敌人会有 1.6U 的雷元素，因为雷泽覆盖了原本菲谢尔 0.8U 的雷元素，而元素消失的速度呢，是菲谢尔的 1U。对照表格可以发现，是每单位元素消失时间 11.875 秒，也就是说，敌人身上雷元素总共附着的时间为 1.6 乘以 11.875， 也就是19秒。透过这个原理，我们可以先使用元素量较少，也就是单位元素减少速度较慢的技能，如上文使用的飞蟹蓄力射箭等，给敌人上元素，再用元素量较多，也就是单位元素减少速度较快的技能，如上文使用的雷泽1或北斗 Q， 上相同的元素，即可让敌人附着元素的时间变得超级长。若比较例子中先使用飞蟹尔技能，再使用雷泽技能，与直接使用雷泽技能的时间，同样最后都是有 1.6U 的元素附着于敌人。
但直接使用雷泽技能的话，持续时间只有12秒，跟刚刚的19秒相比，差距就有整整7秒了。如果使用北斗 Q 的话，差距只会更为明显。这边就留给大家去实验看看。接下来我们要讲不同元素的叠加，那大家一定知道这个是元素反应嘛，很明显。那我们下一个影片就会讲到这个部分，所以你可以考虑订阅，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元素消失的速度，每单位元素的消失速度遵循下列公式。Durability 耐久性是另一种表示元素量的方式，它等于25乘以单位元素，就是 U。那我们如果把凯亚的1技能2U 带入公式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875除以100乘以2就是200嘛，然后加上 3.125 等于 4.375 加上 3.125 就是 7.5， 就是刚好我们前面那个表格显示的 7.5。因此凯亚使出1技能之后，在元素完全消失前会以每一个单位 7.5 的速度减少。